大家好，美国普通民众心心念念、全美瞩目的第二次纾困金方案就在刚刚敲定了。大家都有一个共识，觉得第二次纾困金方案可能在25日圣诞节前通过，而星期五就是国会工作的最后一天了。没想到来了个加班，看来党派的斗争、蛋糕的分法，纾困金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就敲定了。好了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·麦康奈尔刚刚宣布达成这项总额近9000亿美元的救济法案，并且说道将为美国人民提供另一套重大的救助方案，其中有针对性的政策，帮助苦苦挣扎的美国人已经等了太久了。迟来的纾困方案将有每周300美元的额外失业救济金，及3月份 CARES 法案规定的联邦失业救济金的一半限制为10周，而不是之前的16周。直接向大多数人提供的现金支票600，这也是3月份现金支票的一半，但受相同的收入限制，最高收入为75000美元年薪。在周日午夜迫在眉睫的政府关闭期限迫在眉睫，议员们面临着需要颁布另一项临时支出法案的现状，以免周一联邦机构关闭。议员们原本希望避免采取这一措施，但周六进展缓慢，因为图梅敦促列入一项关闭美联储贷款机制的规定。民主党和白宫表示，他的措辞过于宽泛，这怕会束缚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。美联储的紧急计划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，并购买了州和地方政府债券。这些购买债券使这些国家的政府更容易借贷，而此时政府的财务正受到大流行造成的失业和医疗费用的压力。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 Steven Mnuchin 上个月表示，这些计划以及2个购买公司债券的计划将于今年年底关闭，这引发了美联储的反对。根据大萧条后通过的多德弗兰克金融大修法，美联储只能在财政部长的支持下制定紧急计划，仅旨在今年春天大流行时稳定资本市场，并且无论如何都将在月底到期。民主党人说，图梅试图限制美联储提振经济，正如总统当选人拜登准备采取执政能力。病毒援助协议将为企业提供超过3000亿美元的援助，以及每周额外的300美元，用于失业和国家福利的更新。否则这些福利将在圣诞节后到期，其中包括直接向个人支付的600美元、疫苗分配资金，以及为房客、学校、邮政局和需要粮食援助的人们提供的资金。整个政府的拨款法案将为明年9月之前的机构提供资金。这项措施可能为川普的美墨边境墙提供最后的14亿美元分期付款。以上就是纾困金这个视频的所有内容，请点赞订阅，我们会在这个频道主要每日更新纽约的新闻、华人社区的故事，还有其他国际时事。谢谢大家观看。